噔噔，那我们今天开箱的就是 Fire TV Stick 4K 的升级版本 Fire TV Stick 4K Max。嘿，大家好，我是悟空。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Fire TV Stick 4K 的一个升级版 4K Max。那有很多小伙伴都不太明白，说这个 4K Max 到底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升级的地方。下面呢，我给大家总结7点，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硬件部分，一个是软件部分。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硬件部分。之前的这个 SoC 呢是 MT8695，那现在呢升级到了 MT8696。单纯从数字上可能看不出什么区别，我直接说结果：单核性能提升30%，多核性能提升20%左右。那这个相对于这个谷歌 TV 电视棒呢，它的性能几乎是差不多的，持平的，顶多是多核成绩略有提升。那相对于上一代 Fire TV 呢，确实有很大的改观。那第二点呢，就是内存。内存呢，由之前非常小的 1.5G 内存升级到了现在依然很小的2GB 内存。没错，在内存的把控方面依然是拿捏的，但是好过没有升级。然后第3点呢，就是 WiFi 由之前的 WiFi 5升级到了 WiFi 6。听到这个 WiFi 6的很多人可能都比较激动和兴奋，但实际上这个 WiFi 6有没有重大的提升呢？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好，那说过了硬件部分之后，我们再说软件。软件呢，第一点呢就是系统版本的升级，可能有很多小伙伴都被它那个华丽的外表所迷惑。其实上一个版本就是 Fire TV 4K， 它的系统版本依然是安卓 7.1.2， 这个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而这一次 Max 终于直接升级到了安卓 9.0， 虽然说安卓 9.0 已经问世1年多了，但是系统版本的升级可能会给它底层带来很多的变化。好，那第2点呢，就是 HDR 关闭功能。这个功能呢，在之前所有的 Fire TV 里面都没有。假设你的电视机并不支持 HDR， 如果强制开启 HDR， 就会导致你整个的画面都是偏灰，或者是色彩映射错误。所以说 HDR 关闭功能非常关键。那这一次呢，也算是众望所归。第3点呢，就是杜比全景声。那上一代这个 Fire TV 4K 呢，其实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奈飞上它并不能真正支持奈飞的杜比全景声，而在这一代确实支持奈飞的杜比全景声，包括迪士尼的杜比全景声也可以完美的点亮。那第4个点呢，就是这一次增加了音视频的诊断功能。这个功能好像听起来比较小众，等一下我给大家做演示。它可以检测出你电视机本身的 capability， 就是电视机的能力，包括是否支持 HDR， 是否支持双杜比。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呢，有点类似于 Xbox， 非常直观。下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带着大家体验一下。遥控器本体。这次的遥控器呢，比之前多了好多按键，还是 Micro USB 的供电线。Fire TV 每次都比较有特点，增加这么一个延长线。OK， 那这个就是本体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本体呢，跟之前几乎是差不多的。这个是一个简易的说明书，5伏1安的小电源，还有2节7号电池，噔噔，就是这么多。好，我们这边呢，跟上一代 Fire TV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外观上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它这次呢多一个 Fire TV 的字样，其他没有任何区别，包括接口的位置、体积大小完全一致。在凸染物方面，你依然可以买这种非常廉价的，淘宝上也就10几块钱的这种凸染物，还可以很方便的去接 U 盘或者是鼠标。相对于这个 Type-C 的凸染物，它成本要低了很多。好，那接下来呢就是 USB 的网卡，很开心的告诉你，这3款全都支持免区使用，无论是螃蟹的8153芯片，还是 AX88179，全都完美兼容。当然了，可能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转接网口的需求哈，用这个转接出来依然是300多兆的水平，这个是变不了的啊。遥控器方面呢，虽然这次增加了几个按键，其实在大体上的设计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谷歌 TV 呢，从手感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谷歌 TV 的手感更好，因为它的导航键面积更大，所以更加的舒适一些。那其他方面有一些比较增加效率的按键，比如说快进快退，这个是 Fire TV 的一些特色。当你去观看油管、奈飞或者是这个迪士尼的时候，这个快进按钮还是效率非常高的。其他方面呢，我觉得是不分伯仲的啊。那如果说从这2个遥控器里选一个，我可能还是比较偏爱谷歌 TV， 因为手感比这些按键可能更重要一些。那在电源方面呢，依然是5伏1安的，我们可以直接用电视机背板的 USB 给这个 Fire TV 供电。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随着你电视机的休眠或者关机，它也就跟着关机了。那便携度呢达到了100%。好，那现在呢我就通电开机了。那我目前接的是这个回音壁上，当然你也可以接到电视机背板的这个 HDMI 都是可以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界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华丽，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相比于其他的安卓机顶盒呢，可能它的 UI 是做过深度定制的。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它比其他的安卓电视盒子看起来要更加清晰，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用 4K 进行渲染的。它的每一个图标呢都是经过深度定制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打开全部应用。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既有一些原生态的应用，又有一些是我自己安装的应用，比如这个，还有当贝市场。那大家可以看到，当贝市场明明是有这个长方形图标的，但是在 Fire TV 上它却偏偏显示了这个图标。也就是说，整个系统呢是做了重绘的，它并没有读取谷歌那个标准的长方形的图标，并不是说它没有，而是重新重绘的。而反观这些图标都是原生态的，也就是说它自己有一个市场叫 App Store， 而这里面的所有应用它都会把这个图标重绘，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重绘过的图标非常的清晰。而没有重绘过的图标就看起来非常的模糊，虽然比不了 Apple TV 的这个交互吧，但是它的 UI 呢已经相当的华丽。那在我看来是比一般的安卓电视盒子看起来更加清晰。说过的外观方面，我们再看一下系统的设置。我们点击右上角这块就可以落交到设置的界面。那其中比较重要的设置就是显示和声音的设置，可以说这是电视盒子的一个灵魂所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多了一个选项，没错，就是音视频的诊断功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音视频的诊断功能可以很好的去测试出你电视机的一些能力。我这边呢可以显示出这台电视机呢是支持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以及 HLG HDR10 的，它是 4K 60赫兹的，有点类似于这个 Xbox， 它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金石。那接下来我们再播放一下。好，那此时呢，我的回音壁就显示杜比全景声的字样，在这边呢也会显示杜比世界。可能这个功能很多人都没有发现，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功能。同样是显示和声音设置，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我们落交到最后一项，没错，就是动态的调整 HDR。继续点击，我们就赫然发现这里面多了一个选项，没错，就是 Disable HDR。那这个功能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用。那如果你的电视机不是 HDR 的，或者不是一个真 HDR 的电视机的话，我建议你把这个选项关闭，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你整个画面播放 HDR 的时候会发灰的现象。因为我的电视机本身支持 HDR， 所以这边呢我就选择动态调整。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 4K Max 升级了 WiFi 6，我这里也不卖关子，直接给大家测试的结果。左边这组数据呢是上一代的成绩，没错，370多兆，其实已经很优秀了。右边这组数据呢是400几兆，那400几兆呢，这个速度呢是新款的 4K Max。那我想看到这里，估计你就想哭了。没错，那这样的一个提升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那有人就说了，这个速度也算正常吧？的确，它也算正常，但是跟优秀的电视盒子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再上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 Apple TV 4K 2021款，可以跑到622兆。同志们，同样都是 WiFi 6，大家可以看出有多么大的区别和差距。接着再上一组数据，那这个呢是我 iPhone 13跑出来的数据，可以跑到700多兆，所以这个肯定不是路由器的毛病。当然，我也希望这是固件的毛病。听到这里，估计有很多人都失望了。那我们再上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Apple 3的一个内网测速。从内网测速可以看出，上一代呢内网平均速度是200多兆，而这一代呢确实有提升300多兆，提升了多少呢？40%。因为内网速度的提升会直接影响本地视频的播放。听到这里，估计有很多人还是有点安慰了。好，我们下面说一下这个油管啊。那这次的这个火爆呢是支持 4K HLG 的，这个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视频。我们点击播放看一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非常有特点啊。它的视频的格式呢是 HLG 的，色彩映射呢是 BT2020 的，整个画面呢都是正常的颜色，没有任何发灰的现象，并且呢它的视频编码呢是 AV1 编码的，所以这一个视频呢基本上就试出所有的一切的一些参数。火爆 4K 的这个油管呢是比较特殊的，它的这个显示分辨率呢也是 4K 的，这上面写着1920×1080×2，
而且大家看到，其实目前已经点亮了 HDR， 而且它的自适应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点击返回。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非常快，就直接切换到了普通的 SDR 的模式。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因为这个动作在 Apple TV 上是非常的缓慢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奈飞的杜比全景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上一代的这个 Fire TV 呢，并不支持奈飞的杜比全景声。好，目前已经打开了，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部影片呢，正好就是双杜比的影片。这边呢已经显示了杜比世界以及杜比全景声这两个标志已经出现了。在我的视频里面，并不是只是测试一个标志这么简单，因为每个家庭的音箱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我只是证明这个设备是有这个能力的，至于说效果怎么样，完全在你的设备。然后这部影片它是没有这个发灰的现象的。如果你的电视机确实是屏幕支持 HDR 的话，它是不会发灰的。那这边呢已经显示了最高码率是15兆左右。2160P 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打开索尼的这个信号源的管理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是杜比世界的画质。那杜比全景声的这个标志呢，在你的回音壁上可以显示。好，那刚才呢我们说过了这个奈飞之后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流媒体就是迪士尼。为什么现在要说迪士尼呢？因为目前呢台湾地区已经支持了迪士尼，也就是说它会增加很多中文的或者华语的片源。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好，现在已经进入到迪士尼里面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多了一个系列，就是亚洲电影的系列。那虽然说片源不是很多啊，但是也有很多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电影或者是韩剧啊什么的。虽然并不是很多，大概有10几20部。现在你再看这个迪士尼的影片，几乎所有的影片都有中文字幕。好，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迪士尼呢跟奈飞是一样，都是 4K。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全都是完美点亮的。那我们播放看一看。好，我们这边先暂停看一下。最上面呢就是它的音轨和字幕，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音轨非常的齐全，这个就有点像咱们看这个蓝光圆盘。再看一下这个字幕，那很多影片之前是没有中文的，现在多了这个中文。如果你挂的是美国节点的话，它甚至可以出现简体中文。那我们可以利用遥控器上的快进键，可以非常快速的进行快进。那其中这部动画片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之前是绝对没有中文字幕的，看到没？现在已经有中文了，然后甚至它是有中文音轨的。如果你家里边有小孩的话，那迪士尼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迪士尼里面既有我们大人看的影片，也有小孩子看的一些动画片，甚至是90几年非常古老的动画片，比如这个99年的泰山，看起来非常的怀旧。没错，这个也有简体中文，甚至连音轨都是中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像什么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这些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看的影片是不是你喜欢的影片，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小孩实在是太幸福了，就是打开流媒体软件就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一些片源。那相比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是守着电视机看很多广告之后才能够享受到就是喜欢的一些动画片。那迪士尼相对于这个奈飞呢，其实它的画质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片源呢都是双杜比的影片。当然有一些关于这个漫威的一些影片啊，可能它规格更高一些，还会多出一个 IMAX 的一个标志。可以说这所有的标都齐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本地高码率的视频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高码率的 HEVC 的影片，那播放起来是没有任何卡顿的，画面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流畅，所以本地高码率视频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也没有接网线，直接就是用 WiFi 6。好，那接下来呢是 VP9 的，那 VP9 就更加没有问题了，快进快退也没有任何问题。好，那接下来这个测试呢，就是本地的 AV1 编码的视频，这个呢可能就比较有挑战了。好，我们这次直接读取 U 盘的，防止有人说是因为这个网速的原因，对吧？好，那这个视频呢是一个 4K 的 AV1 编码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卡顿的，可以说是已经卡成了 PPT。
所以说本地的这个 AV1 编码的视频呢，它并不能很好的播放。在线的 YouTube 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 ，AV1 编码没有问题，但是本地的这个 AV1 编码的视频却已经卡成了 PPT。当然了，如果我多换几个也是这样的，比如这个 4K60就更加不可以了。那如果它解码出现问题，它解码 HDR 就会更加出现问题，这个就不用测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试这个游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遥控器可以充当一个小型的手柄。我只能玩这种小型游戏哈。咦，遥控器上面这个快进呢，其实就是跳。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画面呢都非常清晰，玩这种小游戏呢肯定是非常的流畅的。这个小游戏还挺有意思，所以用火帮 4K 玩这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哈。而且有些游戏我发现好像是独占的。好了，那看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一款 4K Max 已经有一个相对来说理性的认识了。可能有的人啊对这个 4K Max 有点失望，觉得它的这个 WiFi 6呢可能不达标，然后本地的 AV1 解码呢也不是那么给力，是卡成了 PPT。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是鼓励大于批评，因为亚马逊这间公司呢，最起码它算是一个行业巨头，它优先采用这个 WiFi 6的这个技术呢，我觉得对于以后的产品，尤其是对明年或者后年的电视棒，它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因为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电视棒会采用 WiFi 6的协议。当然了，也有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噱头哈。但是我觉得这次的测试呢，也不排除是有固件或者软件层面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就说这个 AV1 编码，但是这个 AV1 编码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服务于流媒体，尤其是未来的这个流媒体。那既然油管的 AV1 编码在这个上面已经跑得非常流畅了，那本地的哪怕卡顿，其实也无伤大雅，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广大的流媒体的。那经过这几天的使用或者试用哈，我觉得 4K Max 在整体的这个流畅度，包括影音方面的这些表现，尤其是在线流媒体啊、双杜比啊，表现的都非常好。我总体对它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次呢，它终于增加了这个 HDR 关闭等一些选项。但是呢，它有没有做到非常完美呢？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呢？它是支持杜比世界的，但是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关于杜比世界的开和关。而在这个方面，谷歌 TV 可以说是行业领袖，做的一些开关简直是一应俱全，非常的齐全。杜比世界的开关、HDR 的开关可以非常好的去设置。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还得看这个谷歌的老大哥。其他方面，我觉得谷歌 TV 跟这个 Fire TV 4K 呢，真的是难分伯仲。对了，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实在是忍受不了它是一个英文的界面的话，那么你就只能选这个谷歌 TV 了。那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两款电视棒应该买哪一个？个人的经验哈，如果是现阶段的话，肯定是买谷歌 TV 更加的稳妥一些，因为它暴露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解决了，而且相对来说，它固件更新的已经非常稳定了，开关也非常的齐全。那这一款呢，其实刚上市不久。我建议可以先观望一阵子，但是它本身已经不错了，这两个绝对是可以一较高下的，包括配置，包括整体的这个流畅度，而且这个 4K Max 它是有更高的这个清晰度的，我觉得这一方面呢，甚至比谷歌的这个原生的这个还要漂亮。当然了，我更建议大家两个都买回去之后使用一段时间，看哪一个更适合自己，然后把它留下来，剩下的直接闲鱼卖掉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点事儿。当然了，还有一类人问我这个 Apple TV 4K 跟这个 4K Max 到底买哪一个？我觉得这是挖坑的题，因为这个 Apple TV 4K 啊跟这个 4K Max 它们俩的差价实在太大了，真的是不好选择。如果说你就是不差钱的话，那你就买那个 Apple TV 4K 好了。OK， 那我们今天这视频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对这款电视棒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在视频右下角点击订阅按钮。OK，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